特朗普真的变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自从乌克兰开始狂炸俄本土之后，特朗普就从俄粉变成了乌粉。现在的特朗普正在考虑来一趟历史性的基辅之行，更是承诺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制造许可。有了美国的力挺，乌克兰也发力了，72小时内连炸俄罗斯21艘舰船。因为俄罗斯的威胁，北约也变硬了。波罗的海的空中警戒任务已经升级为防空任务，飞行员有自主开火权。在中东方向，特朗普就没那么好说话了。目前已经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要彻底剥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么乌克兰要多久才能手搓爱国者？乌克兰又是如何连炸俄舰的？美伊冲突延续又有什么影响？先说特朗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消息，特朗普最近正在考虑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来一趟历史性的基辅之行。只是一个正面临入侵、天天被防空警报笼罩的国家，特朗普要是真去了，那安保压力得有多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贝特森也承认，这件事目前最头疼的就是后勤和安全保障。不过特朗普这回倒是挺硬气，没直接说不，那就证明这事有很大的可能。在此之前，美国情报机构一直认为俄罗斯占据上风，现在连欧洲外交官都发现美国的态度变了，没人提什么俄罗斯必胜的梦话。不过最让火力军激动的不是特朗普去不去基辅，而是他在双边会谈上给泽连斯基许下的一个重磅承诺：美国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国内制造许可。他还拍胸脯保证，只要美方把技术细节和生产流程解释清楚，乌克兰就能相对快速地掌握这套高端防空系统的生产能力。这件事的意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大。那么乌克兰需要多久才能生产爱国者？如果这事儿真成了，乌克兰将成为世界上第3个获得授权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前2个获得授权的国家分别是日本与德国。第一个是日本，早在2006年，日本就跟美国达成了协议，由三菱重工负责在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一开始做的是 PSA-2， 后来升级到技术更复杂的 PSA-3 MSE。日本的工业实力和精密制造水平在世界上算是一流了吧？但就是这样，日本当时也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才勉强把生产线给搭起来。并且即使到现在，日本都没能实现100%的国产化，像波音公司生产的核心导引头等关键部件，依然得美国供货。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的年产量被卡死在30枚左右。这个数量在乌克兰这种烈度的防空战中，可能也就是1-2个晚上的消耗量。第二个是德国，德国是在2022年，也就是乌俄战争全面爆发那年，欧洲导弹集团德国分公司与雷神公司达成协议，准备在欧洲本土生产 PSA-2 GEMT 拦截弹。德国人做事一向严谨，项目2024年才动工，预计到2026年9月厂房才能启用，而第一枚德国本土生产的导弹最快要到2027年才能交付。德国的最终目标是年产180枚，但那需要通过分阶段扩建来实现。至于现在的本地化比例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看完这2个国家的经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乌克兰。乌克兰现在是个什么环境？后方的工厂要防备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本土建立起一条需要极高精密加工、无尘装配车间，还要有稳定电力供应的爱国者生产线，难度有点大。虽然泽连斯基也信心满满地表示，只要美国给许可证，乌克兰的产能绝对没问题，但现实恐怕不是这样。就大家想的那样，建立生产线、政府谈判、技术转让、供应链整合，哪怕一切顺风顺水，乌克兰想在本土看到第一枚自己组装的爱国者导弹下线，少说也得花上个3-5年。可是乌克兰等得起吗？俄军几乎每天都在用导弹和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每天都有无辜的生命逝去。几年后的导弹明显无法改变现状。不过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既然造不出来，那就借点。未来乌克兰一定能拿到生产许可，那最好的方案就是欧洲那些手里有爱国者库存的国家把导弹寄给乌克兰用，乌克兰先用这些现货把防空的窟窿堵住，等以后乌克兰自己的生产线开工了，再用新生产的导弹连本带利的还给欧洲。对于乌克兰来说，能拿到这个生产授权绝对是战略上的史诗级胜利，不仅能提振军民士气，更意味着在未来的长期对峙中，乌克兰将拥有独立自主的防空造血能力，这是那些侵略者们最怕的事情。乌俄前线方向，乌军又取得了重大战果，在亚速海上连炸21艘俄舰。乌军在用实力证明，只要给我们足够的装备，我们就能把侵略者赶出家园。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的传奇人物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电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莫斯科将会沦陷，准备好看下一场暗影对决了吗？紧接着他就公布了战果，
在短短72小时内，乌军在克里米亚刻赤及周边海域一共开瓢了21艘俄罗斯船只，其中包括19艘影子舰队油轮、1艘货船和1艘渡轮。乌军这次救助影子舰队猛揍，可以说是直接一刀捅在了俄罗斯的钱包上。而且这些油轮不仅是莫斯科的提款机，更是克里米亚半岛乃至俄罗斯整个南方集团军的加油机。这一轮连环爆炸下来，效果是立竿见影。自从5月底乌军连续炸毁克里米亚的石油设施后，半岛上的伪政权就已经开始搞燃料配给制了。这次影子舰队再被重创，莫斯科更慌了。现在的克里米亚不仅缺油更缺电，在被占领的展科伊地区，当地居民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闹翻天了。有个当地人在电报频道上抱怨说，展科伊已经连续好几天断电断水了。看到侵略者被炸成这样，作为乌克兰粉丝，火力军只想说，希望乌军下次的袭击更猛。乌军的打击没有仅停留在亚速海，乌军无人机和安全局还对克里米亚及南方备战领土上53个军事目标发动了饱和打击。展科伊空军基地、克里米亚港基础设施、弹药库、燃料库全部在爆炸声中颤抖。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占领区，俄军无人机操作基地也被乌军连根拔起。后勤被切断的连锁反应很快就在最前线显现了出来。在赫尔松战线，这里的俄军正在体验一种极其复古的战术——徒步扛炮弹。根据乌克兰第34独立海军陆战旅伯里斯分发言人谢尔西耶夫的介绍，乌军现在已经扩大第聂伯河沿线的火控区。在地图上看，在科斯托赫雷佐维和拉登斯克，以前俄军的补给车还能大摇大摆地往阵地上送物资，现在只要油门一踩，引擎一响，天上的乌克兰 FPV 无人机就会扑过来，直接物理超度。因为压制得太狠，俄军的卡车和装甲车根本不敢靠近前线阵地。那前线的步兵和炮兵要弹药、要面包、要纯净水怎么办？没办法，只能靠人肉搬运。现在的赫尔松前线，俄军士兵需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弹药和补给，在没有任何车辆掩护的情况下，徒步行军10到11公里才能抵达阵地。在乌克兰夏天的烈日下，一个疲惫不堪、瑟瑟发抖的俄罗斯大头兵，手里抱着一箱重达几十公斤的152毫米炮弹，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泥泞和荒野中跋涉。他们不仅要防备随时可能中暑，更要时刻盯着天空，因为乌克兰的监察无人机就盘旋在他们头顶，把他们的行踪看得一清二楚。只要发现这群搬运工，乌军的火炮和无人机就会立刻跟上，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谢尔西耶夫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们最近用无人机指路俘虏了4名俄军士兵，其中一个战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说他们为了走到河边阵地，一路上被乌军的无人机炸了好几次，同伴死伤惨重，能活着走到第聂伯河边简直是个奇迹。对于俄军来说，徒步搬炮弹不是个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也证实，有些后勤路线被彻底切断的地区，俄军步兵甚至被迫徒步行军30公里。30公里在平时也是重装徒步的极限距离，更何况是在战区。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正在迅速瓦解俄军在前线的抵抗意志。看着侵略者在前线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们只能说乌克兰干得漂亮，请继续加大力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朗普的态度变了，北约也硬起来了，授权飞行员可以直接对俄开火。长期以来，北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开会很积极，行动很迟缓，面对俄罗斯的挑衅时，经常表现得像个好人。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北约的东翼国家不打算再忍了。在这次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北约同意将波罗的海的空中警戒任务正式升级为防空任务。虽然只是将警戒改为防空，但在军事规则上，那可是天差地别。以前的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说白了就是交通协管员。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虽然设有空军编制，但没有独立作战战斗机力量，所以北约其他国家轮流派几架战机驻扎在那里帮忙看门。如果俄罗斯军机飞过来挑衅，北约的战斗机就起飞，飞到旁边半飞拍照记录，最后发个谴责声明，这叫威慑。但现在升级为防空任务后，任务就不一样了。按照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的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欧洲最高盟军司令以及一线的飞行员获得了开火权利。以前如果发现有来历不明的飞行器，比如无人机或巡航导弹闯入领空，飞行员得层层上报，等布鲁塞尔那帮政客开完会，讨论完政治风险后，才能决定打不打。等指令传下来，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新规则规定，面对进入北约领空的无人机，飞行员和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动手，无需在政治层面进行磋商。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天天在乌克兰周边搞电子战，导致很多无人机或者 GPS 信号被干扰的飞行器经常迷路飞进邻国。之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约战斗机就不得不紧急起飞，击落2架无人机。
北约也看清了，只要战争不结束，这种混合战争和无人机骚扰只会越来越多。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峰会上直接砸了400亿美元，实施无人机边缘计划，用硬实力在东翼筑起一道无人机防御网。除了变硬，北约东翼的国家在花钱上也毫不吝啬。还记得以前美国天天抱怨欧洲盟友白嫖安全保障，连 GDP 2%的军费达标线都凑不够。现在时代变了，之前北约把新目标定在了 GDP 的 3.5%， 本来大家以为这个目标要到2035年才能勉强实现，但最新的数据显示，有5个成员国提前达标。立陶宛军费开支占到 GDP 的 5.33%， 高居全联盟第一。爱沙尼亚则是占 GDP 的 5.1%， 拉脱维亚也不低，占 GDP 的 4.92%。波兰与希腊分别是占 GDP 的 4.68% 与 3.65%。这个名单前4个都是跟俄罗斯直接接壤，或者历史上被苏联严重伤害过的国家。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很清楚，一旦乌克兰倒下了，下一个面对俄罗斯坦克的就是他们。相比之下，美国2026年的军费占比估计是 3.17%， 德国是 2.69%， 英国是 2.56%， 法国是 2.22%。欧洲东翼这些国家的投入，在过去1年里给欧洲和加拿大带来了超过900亿美元的军费净增长，增幅接近 20%。这波操作直接让欧洲在常规军备投资上开始有了追平美国的底气。看到这一幕，火力军是非常欣慰的。东欧和北欧的这堵墙筑得越牢，俄罗斯在西线的战略回旋空间就越小，这对乌克兰来说就是最强有力的后方支撑。最后，咱们把目光转向中东，特朗普已经掀翻桌子了，美伊大战一触即发。在这次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在媒体面前宣布，美伊之间之前签署的关于停火的框架协议彻底完蛋。特朗普甚至在峰会一开始就公开称伊朗是肮脏的参与者，指责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彻底撕毁了停火协定。协定停止后，那就要动手了。7月7日晚上，美军就作为报复，猛烈轰炸了伊朗境内80多个重要军事目标。而到了7月8日，空袭还在持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根据总司令的指示，美军已经对伊朗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空袭，重点打击伊朗用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岸防导弹基地、无人机基地和指挥中心。这是美军几个月来首次直接对伊朗本土的基础设施下手。美军这次的战略目标就是彻底剥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面对美军的袭击，伊朗也红了眼，立刻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且通过高层放话，坚决不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还在社交媒体上跟美国隔空喊话，如果你发动攻击，你也必将遭到还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会开放，绝不会在美国的威胁下妥协。美伊两边可以说是彻底掀了桌子，美国政府和军方这次的态度也极其强硬。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立场很简单，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如果他们试图关闭它，美国武装部队会做出回应，他们要么选择遵守规矩，要么就重演昨晚发生的那一幕。我们会反复进行打击，直到他们彻底开通这条路线，停止向过往商船开火为止。为什么这一次美国敢把动作做得这么大？原因很简单，第一，航运路线的改变。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在密切观察波斯湾的航运动态。他们发现，由于伊朗频繁在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碰瓷，数以百计的国际油轮开始主动避开伊朗控制区，转而走靠南侧的阿曼海岸航线。这条南部新航线降低了伊朗进行物理封锁和骚扰的成功率，也让美国确信，哪怕跟伊朗在海峡里爆发局部冲突，国际石油运输的大动脉也不会被立刻掐断。第二，伊朗国内经济的虚弱以及领导层的分裂。美国官员透露，德黑兰内部其实对之前的停火协议非常失望。虽然美国之前给予了一定的制裁豁免，但由于伊朗始终没有在核计划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其在国际银行的冻结资金依然1分钱都没能解冻。更惨的是，因为金融合规和制裁合规的压力太大，全世界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根本不敢碰任何跟伊朗有关的账单，导致伊朗即便拿着临时的石油出口豁免，也根本找不到买家和收款渠道，兜里穷的直响。既然停火协议没能让伊朗拿到真金白银，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就坐不住了，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疯狂找茬，但他们低估了特朗普在军事上说动手就动手的程度。于是新一轮的纷争开始了，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总的来说，虽然在短时间内乌克兰手搓爱国者的梦想还无法实现，但这件事足以证明特朗普态度的转变。美欧对俄罗斯的围剿在一天天收紧，那胜利的曙光就一定会照亮第聂伯河的河畔，侵略者终将为他们的傲慢和残暴付出代价。
而乌克兰必将迎来真正的和平与自由。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本土生产的爱国者导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